月光如水般洒在纸园精舍，夜晚的林子里一片安静，弟子们大多已入睡，只有一个身影在屋外徘徊许久，那正是佛陀的大弟子大目犍连。大目犍连平时最爱思考，他修行已有多年，常跟随佛陀到各地弘法，见过许多众生因生老病死而痛苦不堪。他愈想，心中愈是迷惑，众生不断轮回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难道永远都没有尽头吗？轮回难道就像无边的大海，一直要漂流下去？想到这里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我若不弄明白这个问题，心就无法真正安定。夜色深沉，他的脚步在沙地上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，月光拉长他的影子，显得十分孤单。他试着闭上眼睛，静坐下来，希望从内心寻找答案。可无论如何，他的脑海里都浮现着众生在生死轮回里挣扎的景象。最后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向佛陀的房间，心想，或许只有佛陀能告诉我这个答案吧。明天我一定要去请教佛陀。他终于下定决心，心中稍稍平静了些，走回自己的住处，躺在榻上，缓缓闭上眼睛，期盼着佛陀的解答能为他解开这个困惑许久的谜题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他的疑惑，也是世间所有众生一直苦苦寻求答案的大问题。天刚微微亮，晨曦透过树叶洒下一层温柔的光，纸园精舍的钟声响起，唤醒了每个人的心。佛陀坐在菩提树下，神态安详慈悲，弟子们纷纷从四处聚集过来，他们脸上满是期待，静静地等待佛陀的开示。大目犍连也来了，他满怀着昨夜的问题，一夜的等待让他的内心更加迫切。佛陀扫视着众人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示意弟子们可以提问了。片刻的沉默之后，大目犍连缓缓起身，恭敬地合掌，向佛陀行礼道：世尊，我心里一直有个疑惑，昨天夜里反复思考，始终找不到答案。佛陀目光温和地注视着他，点头示意他继续。大目犍连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真诚而严肃地问道：佛陀啊，众生世世代代在六道轮回里漂泊受苦，这样无尽地流转下去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尽头吗？大目犍连的声音平静却深刻，像一滴水落进平静的湖面，让在场的弟子们心里都泛起涟漪，他们心中也不禁升起相同的疑问。是啊，轮回有没有尽头呢？所有人都凝神屏息，静静等待佛陀的回答。佛陀却没有马上回答，只是淡淡的微笑着，望着远处的天空。片刻之后，他的目光又回到大目犍连身上，缓缓地说：目犍连啊，你的问题问得很好，你想知道轮回是否有尽头，这个问题十分重要。佛陀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：但在回答你之前，我想先告诉你一个故事，希望你能透过这个故事找到你心中真正的答案。听到佛陀这么说，大目犍连和众弟子都微微一愣，他们本以为佛陀会直接回答，没想到佛陀却要用故事来作为回答。弟子们心中的好奇愈发强烈，他们纷纷坐正身子，全神贯注，静静等待佛陀急。佛陀微笑着，语调缓缓地说道：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小小的蚱蜢，生活在一片茂密的草原里。驼每天不停地跳来跳去，从这片草地跳到另一片草地，从这朵花跳到另一朵花，总是想寻找一个更加美丽、更加舒适的地方。起初，蚱蜢觉得很新鲜，很快乐，但没过多久，驼又觉得新的草地不如想象中美好，于是又开始寻找下一个更好的地方。就这样，驼一辈子跳啊跳，从来没有停下来过，也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，蚱蜢累倒在一片不起眼的草地上，驼看着天空，问自己：为什么我不停地跳，却从来没有找到过心中那片最好的草地呢？佛陀停顿了一下，看了看面前的大目犍连，接着说：目犍连，你觉得这只蚱蜢为什么一直跳个不停，却找不到驼要的地方呢？大目犍连沉思片刻，回答道：因为驼总以为下一个地方才更好，从未满足过。佛陀微笑着点头，目光温柔而慈悲。正是如此啊，
其实众生的轮回就像这只蚱蜢，总是不停地在各种境界之间寻找更好的生命、更美好的幸福，却始终没有真正找到过安稳的家，于是便一直流浪下去。佛陀看了看众弟子，又继续缓缓道来，轮回本身并无止境，正如茫茫草原一望无际，但真正的问题不是草原有多大，也不是轮回有多漫长，而是众生的心是否真正清醒。弟子们听着佛陀的话，内心彷佛触动了一些什么，但又还未完全明白，他们静静等待，期盼佛陀能继续为他们解惑。大目犍连心中一动，虽然还未完全领悟，但心中原本混乱的疑惑似乎隐约漏。佛陀讲完蚱蜢的故事后，四周一片安静，只有轻柔的微风吹过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大目犍连低着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抬起头来，双眼仍然充满着迷惑。他再次恭敬地向佛陀问道：世尊，您讲的故事很动人，我明白蚱蜢找不到真正安稳的地方，是因为陀内心从未满足过，但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如果轮回真的没有尽头，那众生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无止境的流转，永远都无法停下来吗？佛陀望着大目犍连，脸上露出了温暖的微笑，他轻轻地说：目犍连，你的问题很好，其实轮回本是无尽，但是否永远继续下去，却要看众生自己的选择。弟子们听到这里，纷纷露出好奇又困惑的表情，他们心想，难道轮回是否有尽头，竟然与自己的选择有关？佛陀看出了弟子们的疑惑，便继续耐心地解释，众生之所以在轮回里不停流转，是因为他们内心有太多执着，执着于名利财富，执着于贪爱与欲望，他们总以为下一个生命会更好，就像蚱蜢以为下一片草地更舒服一样。可是你们可曾想过，假如那只蚱蜢能够在某个时刻停下脚步，安静地观察内心，不再执着于追寻下一处美丽的地方，那么驼是否还会不停地跳下去呢？大目犍连听到这里，心中闪过一丝光亮，庞福开始明白了一些，但仍然不敢确定。他微微点头，依然带着疑问地问道：世尊，您的意思是说，众生若想终结轮回，便要从自己内心做起吗？佛陀点了点头，柔声回应：没错，轮回的尽头不在于遥远的未来，也不在其他地方，而就在每一个众生的内心里。只要众生在当下一念放下执着，内心真正清醒，轮回也就自然到达了尽头。大目犍连的内心开始波动起来，他似乎明白了一些，但又觉得还缺一点点什么。佛陀依旧带着慈悲的微笑，看着面前这个诚恳却又困惑的弟子，等待他继续领悟下去。阳光透过树叶，温柔地落在每个人的脸上。弟子们静静思考着佛陀的话，期待着最终的领悟。就在众弟子沉默思考时，佛陀却微微一笑，轻声对大目犍连说：目犍连，你问的问题很深刻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是，轮回的尽头并非你们想象中那么遥远难及。众弟子一听，眼睛都亮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望着佛陀，等待他的解释。佛陀缓缓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地指向自己的心口，语气柔和而坚定：轮回的尽头就在你们的内心之中，就在当下这一念。大目犍连吃惊地看着佛陀，忍不住问道：世尊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佛陀慈悲地望着众弟子，缓缓道：众生以为轮回遥远，苦难无尽，是因为他们总在外面寻找解脱的方法，却忽略了真正能停止轮回的力量就在自己内心之中。当你的心中充满贪婪、怨恨与无明，轮回便永远无止境。但当你的内心在某一个瞬间放下这些执着，清净自在、觉悟觉醒时，轮回就在那一刻消失了。大目犍连听了佛陀的话，突然感觉内心像被一道闪电照亮了一般，他的双眼逐渐清澈，心头的疑惑瞬间散去，内心充满着从未有过的平静与清明。佛陀接着说：目犍连啊，轮回并不是外在的牢笼，而是自己建造的枷锁。这枷锁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而是你自己一念又一念的妄想与执着堆叠而成的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，
轮回之路当下便断绝了。众弟子静静地听着，许多人眼中闪动着泪光，心中涌起难以言说的感动。他们终于明白，原来轮回的尽头竟然如此贴近自己，只要自己愿意放下，便能触手可及。大目犍连感动地跪下来，深深地礼拜佛陀，充满感激地说：“感谢世尊，弟子今天终于明白，原来轮回的终点并非遥远难及，就在弟子的心中。”佛陀满意地微笑着，轻轻点头：“是的，记住这一点，永远不要向外寻找解脱，而要向内寻找清净的自己。”微风吹动树叶，弟子们纷纷低头思索佛陀这段出人意料的开示，每个人的心中都亮起了一盏照亮内心道路的明灯。听完佛陀这段话后，大目犍连感觉自己的心像被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一样，过去那些缠绕不清的困惑顿时烟消云散。他轻轻闭上眼睛，回想起过往修行的点点滴滴，他记得自己曾经苦苦追求外在的成就与证明，总以为只要获得更多更好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与自由。然而，那些快乐总是转瞬即逝，留下的只是更多的失落与空虚。此时此刻，他终于明白了佛陀真正想告诉他的道理。他缓缓睁开双眼，眼神清澈而坚定。他望向佛陀，满心感激地说：“世尊，弟子终于明白了，轮回之所以没有尽头，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贪爱与执着一直没有停止。但只要弟子能够在每个当下放下心中的欲望与执着，那轮回便在当下结束了。”佛陀欣慰地微笑着，温柔地点了点头：“没错，目犍连，你已经明白了真正的道理。轮回的终点就在你自己内心，觉悟与解脱也在你的内心之中。”大目犍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感觉身心前所未有的轻盈自在。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其他弟子，诚恳地说：“过去我们总以为解脱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，需要经历无数的修行与轮回才能抵达。但今天世尊教导我们，真正的解脱就在当下这一念之间，只要放下执着，放下贪爱，轮回的牢笼便消失了。”众弟子听着大目犍连的话，心中也仿佛有了一丝明悟，有的人甚至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从此之后，大目犍连更加精进地修行，他不再执着于外在的事物，而是时刻提醒自己，保持内心清净，不被欲望与妄念控制。他用自身的经历告诉众弟子，轮回的终点并不是在未来，而是就在当下。解脱的关键并不是别人或外在环境，而是自己内心的觉悟。渐渐的，越来越多弟子因为他的启发而领悟了真正的解脱之道，指缘精舍也因而充满了安详平静与慈悲的气息。自从大目犍连明白佛陀的教导后，心中便充满了平静与自在。他每天认真修行，也将佛陀的这番话常常分享给身边其他的弟子与众生。有一天，一位年轻弟子来到他面前问道：“师兄，我也曾听过你当初向佛陀请教轮回之事，可我仍觉得难以明白，众生真的可以在当下一念就结束轮回吗？”大目犍连慈祥地笑了笑，温柔地对这年轻的弟子说：“当然可以。众生之所以感到痛苦和迷茫，是因为总把希望寄托在外面的世界上，以为未来会更好，下一世会更幸福。可是当他们发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时，心中便更加烦恼和不安。佛陀曾告诉我，每个众生的内心就像一面清澈的湖水，本来干净明亮，但因为贪欲嗔恨妄念这些灰尘落在水中，水面变得浑浊不堪，轮回也就此开始了。”年轻弟子点点头，听得十分认真。“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清除内心的灰尘呢？”大目犍连微微一笑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很简单，只要你愿意放下内心的执着，放下对世间一切的妄想，真正的安住于当下，这些灰尘自然会沉淀下去，湖水也会再次变得清澈。”年轻弟子似乎若有所悟，脸上露出了安心的笑容。从此之后，大目犍连便更加用心地将这个道理告诉每一位弟子。他常说，
轮回不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惩罚，而是一场对内心觉悟的考验。每个人都能自己决定何时跳出轮回，只要愿意放下贪欲与执着，就能在当下一念之间找到究竟的解脱。大目犍连这样教导弟子们多年后，许多弟子都因此获得了解脱与安乐。人们后来经常传颂佛陀与大目犍连的这段对话，也因此更加明白佛法真正的奥妙所在。轮回本无尽头，但只要一念觉悟，轮回便当下终止。这句话成为了众生追求解脱时内心最明亮的一盏明灯。